前世，为了躲避前夫家暴，我带球跑到了另一个城市。我含辛茹苦地抚养女儿长大，可待她看到找上门来的前夫后，竟执意要认祖归宗，非要幸福的家庭。我不愿，她就接连将家的位置偷发给前夫。我被前夫活生生打死，他则是洋洋得意道：“妈妈，一家人团圆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带球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给我爸惊喜吗？现在在装什么呀？你可别想剥夺我做富家千金的权利。”再次睁眼，白眼狼女儿不依不挠，要跟随前夫。我不再挽留，可后来，她却后悔了，求我救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重生了，回到女儿见到前夫王卓然的那一天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我开始冷脸收拾起自己的东西。我好不容易才成功脱离那个地狱，怎么可能还会再见那个恶魔？在我收拾的差不多时，女儿林梅回来了。她换了一身全新的衣服，哼着小曲，愉快地走了进来。一进来，她就看到我收拾的大包小包，皱了皱眉头：“妈，你干什么呀？”我淡淡地瞥了她一眼：“如你所见，收拾东西。”林梅恍然大悟，换了一副戏谑的神情问我：“是不是你也看见爸了？所以还想跟他玩失踪？”说到这，我猛然将手中的东西摔到沙发上。胡说八道！我没给你说过他是怎么打我的吗？还有我跟你强调过多少遍了？不要靠近他，不要靠近他。他好不容易消停8年，现在却突然找上门。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？林梅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，随后皱起眉头，也大声吼道：“你骗人！我爸人长得帅，脾气还温和，最重要的是还那么有钱，他怎么可能打人？你能不能有点素质？别随便污蔑别人。早知道我原来是富家千金，我才不愿跟着你呢。就因为你不懂事，让我被迫跟着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苦。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原来他一开始就在怪我了，怪我前世识人不清，没早点看出来这小白眼狼的没良心。我和王卓然10年前相识，不久后便飞快地结了婚。一开始我以为我遇见了我的真命天子，可没想到，我完全是踏入了一个地狱。王卓然表面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，可实际上却是一个阴暗的家暴男。结婚后，他立刻让我辞掉工作，还言辞诚恳地说，不想让我受累受苦，以后他来养我。我一开始被他迫得严重，竟然真的辞了工作，在家里当家庭主妇。然而，毫无收入，事事只能依靠丈夫的我，在这个家里彻底没了话语权。
王卓然很快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，对我总是各种不满，挑剔不已。喝醉后的他更是恐怖，动不动就指着我破口大骂，骂我吃他的喝他的，却连最基本的情绪价值都提供不好。我爸妈早就去世，一时间身边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，因此面对王卓然的语言暴力，我只能选择忍气吞声。可很快，这份语言暴力就升级成了行为暴力。那段时间他事业不顺，一回家就会各种摔东西。倘若我不小心碍了他的眼，我就会连带着一同被打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我被他打到头皮破裂，右腿骨折，当场晕厥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被送到了医院。王卓然见我醒来，立刻痛哭流涕地向我下跪，说自己知道错了，不应该那样对我的。他伪装得太好，在医院里照顾我时总是摆出一副无微不至的好丈夫形象，让周围的人无不感叹他是个好男人。为此，他们纷纷劝我原谅他，说我身为女人应该大度一些，谁家没几件鸡毛蒜皮的事呢？一想到这，我就浑身发冷，因为当时的我竟然还真原谅他了。于是，回去后没多久，我就又迎来了一次毒打。喝醉后的王卓然一脸暴怒，用他的皮带狠狠抽我。废物！还要老子伺候你这么久？老子花了多少钱在你身上，你知道吗？赔钱玩意！伺候你久了，连自己是什么地位都不清楚了。快去给老子做饭！我被他整整折磨了2年，直到第1个孩子被他一脚踹到流产的时候，我才终于清醒了过来。我庆幸自己的脑子还没坏掉，开始收集各种证据，拼命想办法与他离婚。他自然是不愿意。在我们的离婚冷静期时，他更是怒气冲冲地闯入我的住处，强行与我发生了关系。我挣扎地说他这是婚内强迫，是犯法，而他则是一脸狞笑，说他睡自己媳妇是天经地义，算个屁犯法。而那次强拒，也让我彻底下定了决心，将王卓然以婚内强拒罪送进了监狱，成功地离了婚。林梅也在那次施暴后悄悄地来到了我的肚子中。待我意识到她的存在后，我已经离开了原本的城市。起初我并不想留下她，可最终还是因为母性心软留下了她。现在想想，心软真是我最大的缺点。我的每一次不幸都是因为对不应该心软的人心软。林梅气鼓鼓地坐在地上，如往常一样撒起了泼。我不管，我就是喜欢爸爸，我要和他回去。妈，你就不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吗？你就忍心看着我变成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吗？又是这样。只要林梅一有不顺心的地方，
他就会拿出自己没有爸爸这件事来驳我的愧疚。前世，王卓然只是带他买了一身名牌衣服，又给他买了最新款的手表，他就觉得王卓然是世上最好的爸爸。可怜我含辛茹苦的独自将他一个人养大，却在他眼里什么都算不上。林梅酷爱看言情小说，在还没见到王卓然面前，就一直幻想自己的爸爸是什么霸道总裁。他幻想迟早会有一天来接我们回去，让他过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富家千金生活。我得知后，义正言辞地打破了他的幻想。我害怕自己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那个恶魔的手中，便细细地向他阐述了自己曾经的遭遇。但没想到他竟然觉得我是在骗他，还埋怨我毁了他富家千金的梦。前世，我得知王卓然找来后，恐惧不已，立刻带着林梅搬家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无论我搬到哪，王卓然都能很快找到我。直到我被活生生打死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一直被找到，不是因为我做的不隐蔽，而是因为我的好女儿林梅一直在偷偷地给王卓然发我家的位置。林梅亲眼看着我被打死，还嘲笑道：“妈妈，你当时带我跑，不就是为了跟我爸置气吗？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至于再耍小脾气吗？你耽误了我做富家千金那么多年，也是时候付出点代价了吧？”望着还在我面前哭闹的林梅，我冷笑一声，一巴掌直接扇了过去。林梅被打得猝不及防，她偏过头，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：“你打我？你竟然打我？我打你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我的确没想到我竟然生了一个白眼狼。说完，我又是2巴掌扇了过去，打得林梅惨叫连连，左脸高高肿起。这一次，我提前收拾，在林梅房间里发现了一本早应该被我扔掉的日记本。顿时，我明白了为何时隔8年，王卓然还能找到我们。原来是这死丫头偷偷从垃圾堆里捡回了日记本，并在里面找到了王卓然的电话号码。她明知道我受过多少苦难，不顾我多次警戒，还是执意将王卓然引了过来。事到如今，我原本还有一丝的不舍，这下彻底消失殆尽。既然你觉得你爸好，又那么想当富家千金，那你就跟着他过去吧。说完，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，将他甩出了门外。林梅眼里闪过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怨毒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：“你这个不识好歹的泼妇，我要让我爸打死你！”说完，他就跑下楼，找王卓然哭诉了。我冷眼从窗口看着他奔向小区一旁的酒店，随后拿起早就收拾好的东西，从小区的后门离开了。又蠢又傻，以为我不会跑吗？
爱去找你爹就去找吧，这辈子别想再祸害我了。待找到新的住处后，我才再次将手机开机。99加的未接来电和微信短信，基本上都是王卓然的号码。我嗤笑一声，在下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，按下了接听键。妈，你去哪了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对面瞬间传来林梅怒火的声音。怎么？千金大小姐的生活不好吗？怎么惦记起我这个泼妇了？我拿起一颗刚买回来的新鲜车厘子，得意地笑出了声。以前，为了给林梅提供一个优质的教育环境，我基本就是能省则省，不经常买这样昂贵的水果。就算买了，也是全给林梅吃，自己舍不得吃一颗。现在能独享一整箱车厘子的感觉，可真是太爽了。林梅被我气得不轻。你是不要我和我爸了吗？对呀，我笑嘻嘻道。不是你把他喊来的吗？现在你归他了。我相信，你的好爸爸一定能好好照顾好你的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将手机卡抽了出去，换到了另一个关机的备用机里。没了林梅那个拖油瓶，我的生活瞬间少了不少麻烦。之前害怕她被其他孩子嘲笑没有爸爸，我总是竭尽全力给她最好的，生怕她受一点委屈。她成绩不好，我就费心将她送到了重点小学，又花大价钱请辅导班老师给她补课。她吃不惯学校食堂的饭，我便给她办了走读，每天亲自做饭并送她上下学。现在可就好了，我再也不用每日5点就起床为她准备早饭再送她上学，也不用再为她迟迟上不去的成绩而头疼。我在睡梦中笑出了声，第一次睡了个踏踏实实的懒觉。虽然来到了另一个城市，可好在我还有30万存款。这笔钱原本是为了给林梅上大学攒的，可现在，我直接拿这笔钱去愉快地逛了商场，买了不少漂亮衣服，还顺带做了个舒舒服服的美容。那1周里，我度过了随心所欲的1周。我做了许多当妈妈后就不再敢做的事，心满意足的仿佛活到了大学毕业前。玩耍1周后，我才再次打开了装着以前手机卡的备用机，忽视到那些打来的号码。我打开朋友圈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林梅穿着公主裙，戴着钻石耳钉，与王卓然在高级酒店的合照，配文是：终于过上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千金生活。感谢某个不长眼的人放手。不出一会，朋友圈又更新了一条，图片是他和王卓然登上飞机的照片，配文是：要去迪士尼乐园玩了，感谢爸爸这么爱我，比某个抛夫弃女的没良心玩意强太多了。很明显，这些朋友圈是给我看的。
我摇摇头。王卓然在最开始追我的时候，也是这副温柔的德行。他惯会伪装，家里还有几个钱，骗起外人来简直轻而易举。我太了解那个人渣了，他是烂到骨子里的那种坏。我不信他会改变，哪怕他坐过3年牢，我相信很快，那些虚伪的好意就会反噬，成为林梅最痛的打击。在林梅和王卓然父女情深的时候，我则开始与闺蜜一起创业。起初，闺蜜对我想加入她的创业感到很惊讶。你不管你闺女了？真不怕王卓然那个书生对你闺女下手啊？我笑笑，将林梅偷走我的日记本，还主动联系王卓然来找我们的事全部告诉了她。闺蜜听后倒吸冷气，她不是才8岁，8岁的孩子能有这种心机？该说真不愧是那出生的孩子。紧接着，我又将自己重生一世以梦境的形式告诉了闺蜜。闺蜜吓了一跳，这怕不是上天在暗示你吧？我的闺蜜向来信任我，不用多少口舌就完全相信了我。脱离苦海好，咱不为这白眼狼生气了。走，今晚我请客。你看看你都瘦了多少，今晚一定把你缺失的肉狠狠养回来。看着闺蜜这副看似打趣，实则为我着想的模样，我鼻头一酸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为了带孩子，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聚过了？想到前世我死后，只有闺蜜到我的坟前哭泣，也只有她愤怒地质问林梅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。可林梅为了掩盖真相，最后竟丧心病狂地将闺蜜推下楼梯，害得闺蜜惨死。我暗暗攥紧了拳头，都怪前世的我太过于亲妈滤镜，没及时看出林梅是天生恶种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闺蜜。倘若我能重生早一些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打掉林梅。闺蜜的火锅店本来因资金问题迟迟无法再进一步，有了我的资助后，不出半月，我们的火锅店开张了。由于我们2人早期宣传的好，再加上闺蜜精湛的手艺，开张第1天店门口就排起了一列长队。我和闺蜜忙活了一整天，晚上累得都躺在床上，可只要看到账户里的钱，兴奋就会立刻冲散疲惫。想起闺蜜还没来得及吃晚饭，我便自告奋勇，给她做了她最爱吃的蒜蓉大虾。做饭的时候，备用机嗡嗡作响，闺蜜被吵得心烦，拿过手机刚想看到底是谁，结果就看到了王卓然突然给我发了一份电子文件。点开一看，才发现这竟是关于林梅抚养权变更的电子版协议。闺蜜有些惊讶，连忙招呼我过来。她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惦记你了？话音刚落，王卓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我按下接听键，
对面传来了林梅得意洋洋的声音：林小云，你快点签了那个合同，我要和爸爸一起生活，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了。我要改名叫王梦商，再也不想叫林梅那个俗气的名字了。闺蜜听到王梦商这个青春疼痛的名字，差点没笑出声。我憋住笑，示意她嘘声，想听听林梅还能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发言，却不料电话那头竟突然传出了那个令我战栗的声音：小云，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没关系，可我毕竟是孩子的父亲，我已经缺失了他8年的人生，实在不想再失去他了。求你，从此以后，就让我来抚养梦商吧。王梦商感动至极，呜呜，爸爸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。以后你老了，我也会给你养老。至于林小云那个死女人，她爱死哪就死哪去，别指望我会给你养老。我听着他们父女一唱一和，良久，才淡淡开口道：林梅，我想在最后问一遍，哪怕王卓然坐过牢，你也非要和他生活吗？此话一出，原来温和的王卓然顿时绷不住了。林小云，你到底在瞎说什么？林梅，不，现在应该是王梦商了。他不满地嘟嘟嘴。坐过牢又怎么样？难道他就不是我的爸爸了吗？死老太婆，你还是真是恶毒。你到底是有多缺爱，才会一直这样挑拨离间我们父女的关系？有这时间，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听到王梦商这样的话，我笑得流出了眼泪。我这些年的母爱都敌不过基因的强大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我为他尽心尽力，掏心掏肺，可在他眼里都是束缚。我阻止他寻求父爱。我深深看了一眼王梦商，果然，遗传了基因劣质。他骨子里只有无尽的自私和残暴。随后，我便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果不其然，待抚养权变更协议签署后，王卓然就带王梦商回他家了。王梦商一开始很高兴，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因为他发现，王卓然其实并不是孤身一人，他早已组建家庭，甚至他儿子的年龄都比他大2岁。他不高兴了，觉得王卓然骗了他。他开始大哭大闹，像对我那样对王卓然撒泼。但王卓然可没有我那样的好脾气，被吵得烦了，对准他的心口就是一脚。哭什么哭？想吵死老子吗？王梦商被踹了个正着，直接撞飞到了墙角。他不可置信地抬头看向自己的父亲，却看到了父亲的满脸厌恶。挺着大肚子的继母缓缓走来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就亲密地扑进王卓然的怀中，
开始若无其事地秀起了恩爱。趁着这个机会，王孟商10岁的哥哥王家宝流着口水走了过来。他好奇地看了看王孟商，就被他耳朵上闪闪发光的钻石耳钉吸引了。随后，他傻呵呵一笑，徒手就上去抓了。王家宝智力有些问题，不知道该怎么解下耳钉，见一下没弄下来，就开始尖叫，双手并用地撕扯起王孟商的耳垂。撕裂的痛苦也让王孟商发出惊恐的尖叫声。只见他一个巴掌甩过去，王家宝的脸上就出现了一道深红色的巴掌印。王家宝瞬间嚎啕大哭。视而不见的继母这回终于看得见了，上来就又给了王孟商一脚。小贱人，谁让你欺负我儿子的？王卓然见自己的宝贝儿子受了欺负，瞬间也恼了，抽出腰间的皮带就开始往王孟商身上抽。王孟商认祖归宗的第1晚，就在男女混合双打中痛苦中浑浑噩噩地度过了。第2日一早，他就开始到处找电话，想要给我打电话让我带他走。他找电话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打碎客厅里的花瓶。一大清早就又招来了一顿毒打。打完后，继母还不给他饭吃，说是对他打碎花瓶的惩罚。于是王孟商只能顶着伤口，眼巴巴地望着王卓然一家3口美美地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早餐。吃完饭后，继母就命令王孟商去洗碗。王孟商自诩是千金大小姐，怎么可能会同意干粗活？他扯住王卓然的衣角，企图让爸爸替他做主，可迎接他的则是狠狠的一巴掌。王卓然彻底不装了。3年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让他悔过，还让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易怒。他眼睛里冒出几分凶光，拽住王孟商的头发狂扇巴掌。老子给你花了那么多钱，现在还不想干活？做梦去吧！王孟商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待遇，他被打得连连惨叫，很快就缩成一团，哀求着让他别打了，自己去干活。可他从来就没怎么认真做过家务，怎么可能做得好？洗个盘子，他能摔碎5、6个碗；拖个地，他能将垃圾桶里的脏水拖得到处都是。王孟商以为，只要他频繁搞砸东西，继母就会像我一样，因为嫌弃不再让他干活。可他这继母可不是什么纯良的人，见王孟商把厨房搞得一团糟，竟直接拿起带着烧开的热水壶，对准王孟商就泼了上去。啊！那一天，王孟商的惨叫声回荡在整个小区。接到王孟商电话的时候，我有一瞬间的怔愣。原因无他，毕竟这个电话号码是从来没见过的。接通后，从王孟商断断续续的语言中，我才得知，这是他趁着来医院看医生的机会，从护士那里借来的手机。
妈妈，我错了。王卓然他有新家了，他骗了我。王梦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被他新娶的老婆泼了开水，我的脸好疼，胳膊好疼好疼。求求你了，求你接我回家吧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听着王梦商如此凄惨的哭声，我心中一阵畅快，但我面上却还是一脸焦急。什么？他竟然敢往你身上泼开水！贱女人，死畜生！看我今天怎么撕了他！刚吼完，对面的电话就挂了。我知道是王卓然要行动了，便给他们留了充足的时间。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才给他打去了一个电话。一上来就兴师问罪道：“王卓然，我把女儿的抚养权给你，你就是这样对我闺女的？你个死畜生！你简直猪狗不如！把孩子还给我！”我刚吼完，不料对面就响起了王梦商的声音：“死老太婆，你吼什么？我在爸爸家过得很好，你有病吧？”听到这，我就知道王卓然破成功了。估计是他发现王梦商给我打电话，为了不闹大，他肯定会使用他惯例的手段，破加威逼利诱，让王梦商真的放弃了回我这边的想法。我心中窃喜，却还是装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。梦商，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被王卓然威胁了？别怕，妈妈在这。威胁个屁！脑子有病就去治行不行？一天天能不能盼点好的？我过得幸福得很，用得着你在这犯贱？我王梦商已经和你断绝母女关系了，你再敢掺和我的事，我就让我爸爸打死你！说完，王梦商就挂了。我心满意足地笑了。刚才的对话已经全程录下来了。之后，王梦商给我打过许多类似的电话，无疑不再哭诉王卓然和继母对他有多不好。每次我都开着录制，万分急躁地想为他讨回公道，却最后得到他大声斥责我的回应。为了证明我在乎他，有一次我甚至直接去了王卓然的家。当然，我的下场就是被王梦商举着刀亲自赶了出来，还被他吼到说烦我烦得不行。被驱赶的过程也被提前按照好的摄像头拍下来了。社会对母亲的态度太过于严苛。倘若王梦商死后被爆出来，我这个母亲绝对会被谴责冷漠无情。我便特意收集了王梦商咒骂我、驱赶我的证据。有了这些证据，我就可以向世人证明，不是我故意狠心抛下王梦商，而是他真的不愿随我而去。之后哪怕他是死，我也不用受什么道德谴责了。在王卓然强力的迫下，王梦商勉勉强强与继母哥哥生活在了同一屋檐下。但王梦商报复性极强，
他怎么可能会允许继母在他面前嚣张跋扈？于是，他在厨房、卫生间、客厅等继母常去的地方涂上了油。在继母又一次与他吵闹时，他故意逃跑，引得继母气得追着他打，然后踩在了早就被涂在地板上的油。一个摔倒，不仅孩子没了，就连人也躺进了 ICU。王卓然得知后暴怒，抓住王梦商的头发，刚要打他，却在看到追债的人后，胆怯地放下了手。这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王卓然之前那副有钱的模样，竟全是靠借高利贷伪装的。王卓然的妻子十分迷信，为了让他们10岁还不会说话的儿子恢复健康，便听信了一个大师的土方子。他们伪装成富豪，就是想骗取王梦商的信任，将他拐走后，用他的心脏做药引给他们的儿子。王梦商得知后大为震撼，我则是啧啧称叹。照这样说，前世的林梅最后肯定也被王卓然谋杀刨心了。不知道当时的他后不后悔？不过，那都与我无关了。我看乐子似的等着看他们一家的笑话。他们一家现在唯一能赚钱的人，就是王卓然入狱前出轨的小三，他现在的妻子，住进医院 ICU 了。王卓然又因为入狱，长期与社会脱节。王梦商、王家宝年纪小，找不着工作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该怎么还上高利贷。我乐呵等着看笑话，殊不知厄运即将降临。最近几天，我一直感到身边的目光十分奇怪，店里的顾客也少了很多。很多人一见到我就露出嫌恶的目光，扔下菜单就离开了。我不明所以，直到闺蜜和店员小张急吼吼地冲过来让我看热搜。井号8岁女孩声称自己被亲生母亲泼开水。井号8岁女孩与其父哭诉亲生母亲抛妻弃女。井号林某某，当代毒妇。井号被开水烫后有什么危害？看到热搜的一瞬间，我大脑一阵嗡鸣。点开后，我更是差点眼前一黑。原来是王梦商在某音上开直播卖惨，他露出被开水烫出的大面积伤疤，可怜兮兮地跟着王卓然一起发表控诉我的言论。这些伤口都是我的亲生母亲打的，她如果不高兴了，就会打我和爸爸，甚至向我泼开水。梦商的母亲早年的时候抛下我们，卷走了我们所有的财产，跟一个有钱人跑了，还让我背上了一大笔债务。我这些年一直带着女儿打零工还钱，没曾想，孩子见到了他。他为了不让有钱人看见，就向我闺女泼开水。镜头前，父女2人哭得可怜至极。王卓然编造的老实人受骗故事，再加上王梦商脸上狰狞的烫伤痕迹，直播间瞬间爆了，男网友们愤愤不平。
给王卓然冠以为爱冲锋的勇士之名。女网友们心疼王梦商小小年纪受到如此折磨，两波势力相互融合，很快就形成了大面积对我的口诛笔伐。网友的办事效率很高，很快就找到了我的个人信息和工作地点。我的电话被打爆，短信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辱骂信息，就连我们的店门口都被人泼上了油漆，歪歪扭扭地写着让我去死。闺蜜气得不行，直接用不同的小号在评论区与辱骂我的网友开撕。为了保护我，她甚至都把店关了。见我沉默不语，她安慰我道：“说王卓然和王梦商颠倒黑白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”我点头，说店里的损失我会照常赔偿的。闺蜜却坚定地摇了摇头，说我的钱现在正应该用在澄清自己上面，而是用在店里这种微不足道的地方。我鼻头一酸，将她紧紧地拥入怀中。王卓然之所以同意和王梦商一起开直播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还不上债了。他本想杀了王梦商，卖器官给老婆治病加还债。好在王梦商脑子转得快，提前说可以通过直播卖惨来赚钱，这才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。王卓然没接触过直播这种东西，将信将疑地相信了他的话。为了活下去，王梦商必须快速赚到钱。为此，他不惜扭曲事实，将所有的黑水都泼向我，来赚取巨大的流量。王卓然虽然不懂，但看到直线上升的钱时，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，开始跟着王梦商的指示，卖力地在镜头前表演。他们的事业愈发高涨，我报了警，留取了网暴我最严重的几人。与此同时，收集证据工作也即将收尾。得力于之前与王梦商打电话时有录音的习惯，再加上这对父女的逻辑本就靠不住，我整理证据的时候轻松又迅速。闺蜜很是兴奋，连忙就要帮我将这些东西发到网上。我制止了她，微笑着告诉她现在不是时候。闺蜜问我为什么，我则将平板上递给她看。只见王梦商已经和王卓然一起卖起货来了。闺蜜立刻就知道我想干什么了。我笑笑不语。我要让他们体验登上云端，然后又狠狠摔下来的痛苦。随着事件热度的愈发升高，王梦商赚的也越来越多。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，面对那个傻哥哥也变得趾高气昂起来了。王卓然大概也没想到赚钱能这么容易，对王梦商的态度也终于不似之前那样恶劣，反而还有了几分的慈父模样。王梦商几乎每天都会在直播时展示自己身上的伤口，在明里暗里地针对我一番，引发大众对我愈发激烈的网暴。被烫伤的痕迹不严重了，他就让工作人员在他身上化妆，
争取在身上留下触目惊心的伤痕来卖惨。但偌大的网络世界，总会有不同的声音。很快就有网友质疑道：“主播是真名叫孟商吗？好怪呀！”王孟商攥紧了拳头，名字是父母取得，我很喜欢。我查过了，主播之前原名叫林梅来着。主播不是爸爸一起长大的吗？咋会和林小云一个姓？楼上你非要人家说那么清楚吗？很明显，王卓然是赘婿啊。王卓然看到这条弹幕，气得当场就掀了桌子。好在王孟商反应快，及时拉住了他。还有直播身上的伤口是不是不对劲啊？我怎么记得昨天是右胳膊上有伤呢？王孟商立刻不动声色地放下了袖子。咋回事？我派朋友查了林小云现在的婚姻状况，是单身，并且也只结过一次婚。不是说和有钱人跑了吗？都有钱人还去火锅店打工啊？王孟商撒谎道：“妈妈其实是有些见不得人的身份，请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。我们还是给人留下一些隐私吧。”主播，有人说是你曾经的同学，说你虐待过猫狗，是真的吗？王孟商不动声色地将人拉黑，赶出了直播间。虽然有不同的声音，但这毕竟是少数。再加上王孟商的刻意掩盖，就没在网上掀起太大的浪花。随着王孟商名气越来越大，网友几乎都发现这个女孩的聪明才智，戏称她为神童。她卖出的货也是越来越多，每天挣的钱多到数都数不完。终于，王孟商被儿童保护协会邀请，参加一场呼吁保护儿童、关爱儿童身体健康的全国线上直播。王孟商自然是欣然接受，趾高气昂地来到了现场。他的出场的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他本人自然也是异常享受这样的目光。就当他打算进行下一项随机连线环节时，我的脸却出现在了直播的大屏上。好久不见啊，我的乖女儿。我笑得很温和，眼神却冷得可怕。王孟商的表情瞬间凝固了，弹幕也因为我的突然出现瞬间炸了。靠！林小云，我没看错吧？他怎么还敢出现？被锤得还不够惨吗？他想干什么？不会又想来破坏我们孟商的人生吧？我微笑着点头。很抱歉占用大家的时间。我知道今天是儿童保护协会的现场直播，但我认为，一个撒谎成性、颠倒黑白的孩子不配做保护儿童的代表。话音刚落，我的脸消去，各种整理好的证据一一展现在了直播的大屏上。王孟商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尤其在看到自己举着刀，咒骂自己就是乐意和更有钱的爸爸在一起，才不稀罕贫穷的我时的驱赶画面。他尖叫一声，扑向镜头，
试图阻止一切。可这毕竟是直播现场，王梦商就算再想挽回，一切也早已无力回天。网友看完了所有的证据，立刻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愤怒的网友立刻冲向王梦商的账户下，大声咒骂，让他们退钱。网友们的怒火威力巨大，很快，父女二人就被全网封杀。王梦商和王卓然一夜之间就成了过街老鼠，他们二人被迫卖掉了房子，过上了流浪汉的生活。至于那个三姐，早就因为父女二人不愿掏手术费而去世了。更可笑的是，他们那段时间明明赚了那么多钱。王家宝因为脑子不好，被王梦商嫌弃，很快就将他卖给一个过路的人贩子，赚了一笔钱。当然，当天夜里他就被王卓然打了个半死，还被王卓然抢走了所有的钱，丢下他跑了。再次听到王卓然的消息，则是在一则失足落水的新闻里了。我本以为王梦商也已经死了，却不料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季，我被一个乞丐拦住了去路。妈妈，是我呀，我是林梅呀。乞丐拽住我的裤腿，沙哑地哀求道。我被吓了一跳，仔细打量半天，才发现真的是他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跟王卓然走。你不知道，他带我回家后没多久就拿刀杀了我，刨出我的心脏给他那个儿子。乞丐越说越凄惨，而我却听出了不对劲。你也重生了，林梅。乞丐浑身一颤，更加激动地拽住了我的裤腿。妈，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说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妈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乞丐喊了半天，而我却眼神冷漠，毫无波动。小云，你没事吧？这时，一个英俊的男人跑过来，一脚替我踹开了乞丐。乞丐一愣，看看我，又看看男人，这才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林小云，他歇斯底里地吼出最后3个字，怀中闪过一丝寒光，癫狂地向我冲了过来。可下一秒，他就又一次被男人从一旁踹了过去。他太久没吃饭了，身躯单薄得像一张纸。男人用力一踹，他就如风筝一般，轻飘飘地飞了出去。警察来得很快，将这个晕过去的疯子逮捕了回去。望着疯子离去的身影，我抬起头，努力不让自己落下眼泪。我的未来还很长，没必要再为一些不值得的人心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